今天畫這個古道，這個古道有提紋兒。咱們先把這個古道的這周圍的石頭畫一畫。你看，我現在畫的是這個古道旁邊有這個大石頭，有小石頭啊。往往這個古道旁邊啊，都是一些個比較高耸的這些個山石啊。這古道呢，實際上它在這個山石之間啊，比較險要。過去的古道就是在山當中的這個通道為什麼古道這一處有提紋呢？因為它老走這個地方，它就有提紋啊。因為那蹄子呀，常年累月的在這兒去凿這個石頭啊，再加上這個石頭呢，咱們這邊是石灰岩，石灰岩你再經常走，上面再汪着点水，它就会对这石头有腐蚀啊。你像南方的这种岩溶地形，叫科斯特地形，是吧？它都是这种岩洞啊，都是那水泡着啊，最後溶解啊形成的这些个。那它这提紋也是这樣。那這個山石是山的一個邊兒，這兒是古道，這邊呢可能就是一個懸崖，也可能是個土盆啊。咱們這道線千萬不要畫到這個角這兒啊，不要畫到這個畫的這個角啊。你看這個角，因為正好對着這角啊，它就不自然啊。咱們給它往上畫一畫，它的落腳點在這個位置啊。當然，這個落在最中間也不合適，這是最中間啊。過了一點，或者過了更多一點也行啊。凡是在這紙的正中間或者正對這角，都是不自然的啊。咱們要躲開這些個地方。畫古道呢，那古道肯定是大小石板組成的。你看，橫線的大小石板，有大一點的，有小一點的，有圓一點的，有長一點的，有大一點的，還有小一點的。哎，橫向的這個石頭組成的啊。所以說這石頭呢，你看，哎，大大小小，錯錯落落的，咱們這麼去畫。筆乾了也沒事，筆乾了也蹭一蹭，因為這個筆乾了以後呢，更能顯示這個石頭的這種蒼茫啊，這石頭的質感啊。咱們就先這提紋呢，在這個畫好之後再畫提紋啊。現在這是大概的找一個形，咱們再看，凡是均勻的地方啊，這個塊跟這塊差不多，哎，就給它分割一下啊。這地方呢就可以給它大小相間，寬窄相間啊。這使得呢一放在這個地方呢，它都是橫着長，這個感覺啊，橫着長。一開始可以用淡一點的墨畫，沒關係啊。最後呢再加強一下這還有變化呢，所以說不怕淺啊。一開始可以淺一點，沒關係。你看這都有尖兒，有大，有寬，有窄啊，有大，有小，有碎啊，有整，有寬，有窄。這是像這個呢，兩塊呢平均分配了，哎，中間給它打個隔斷啊，這樣的話就自然了啊。這個山石這個盆就出來了啊。這就是形，在勾這個形啊。這個咱們講過是山石勾存染點，有時候啊這個點呢不見得到最後點，哎，你這時候呢就可以增加一下它的效果，給它點上，因為這個點呢對於這線來說它有一個變化的作用，而且看着舒服。
為什麼不讓他早點舒服呢？啊，你看整個这個，起碼這個大的審美的這個框架就出來了啊，有長有短，有大有小，有縱有橫啊，出來了。下邊我就說說這個提紋怎麼畫。像這種提紋呢，一般的這個坑啊，對着你的這個地方，這個形比較清楚。遠處那個呢是抹過去了，它就不是那麼明顯的那個界限。那你畫這個呢，一個是咱們這個筆啊，筆尖冲下，哎，這麼去呀，這太濕了啊，太濕了。拿个纸吧。行，现在可以了。蘸一点，太濕了。哎，你看這個筆尖衝下，哎，這麼去畫。畫的時候呢，它們之間，哎，你看這個地方清楚，上邊呢就是屬於那筆肚那個位置，就一個是墨淺點啊，一個是畫過以後呢，它也不是那麼齊，哎，下邊的這個呢特別清楚。如果說你這樣掌握不好的話，也可以這個畫這麼一道線，然後逐漸的往上再畫點虛線，也可以啊。也就是說，咱們這個提紋呢，讓它這個地方這個坑的感覺要強啊。這提紋有時候啊，好多牲口踩上呢，有時候它踩歪了，這地方也有，哎，上面虛點，你看也有，哎，就這樣畫啊。提紋的分布呢，你看一般的平着別對齊，縱着別對齊，讓它錯落着，有大有小。你看這兒再又來一個小一點的，有沒有密和疏啊？有，那個有大，那個騾子也有大有小，是吧？它有時候踩的不是一個對稱的一個提紋上，這都可以，都有，是吧？所以說這地方呢，哎，給它畫一個，往往都是這麼彎着的，不是平着的啊，正往下彎着的這麼一個。你看這個呢，都是屬於虛的，虛的這麼畫。有的踩在石頭正中間，有的踩在石頭的邊緣，哎，石頭的邊緣順着那石頭那個球，它越踩這越深啊。什麼形狀都有，不見得非得是這麼圓的，還有長的呢，有大有小，有扁的，讓它越自然越好啊，越自然越好。有的不像，就這兒一塊黑也沒關係啊，但是別太密了。有那麼幾個提紋跟這兒提醒着你，這地方呢是踩下去的，有一個坑就行了啊。因為到最後還得染呢，所以說現在有這麼一個形，有這麼一個分布就可以了。用稍微淡一點的墨，這個墨呢，咱們把這個提紋這種遠處往近處走的這個抹噴畫一畫，往往是這個提紋的近處這個地方挺清楚，遠處那個呢是跟這兒往下去的，有一種過渡的這麼一種抹噴啊，所以說呢，用這種淡墨呢可以這麼畫畫，但是呢不要千篇一律，有的這地方多一點，這兒一個群多一點，有的這地方群少一點，有多一點啊。不要畫下邊，畫上邊啊。那旁邊有沒有小紋啊？也有，小紋也畫畫。也這石頭之間有沒有那個小的側面啊？也拿淡墨蹭一蹭，畫一畫，哎，讓它出現這種石頭上的斑斑駁駁的、坑坑洼洼的效果就行了。所以說，咱們用淡墨畫的這個呢，主要是讓它有一個往遠處過渡的那麼一個坑。你看這坑呢，這兒清楚，這兒就是往遠處去了，是一個過渡啊。這麼去畫，這地方都有一些個淡墨，也就是說這裡頭豐富了啊，有小的
那種紋兒，有大的那種紋兒，咱們畫的大的那種紋兒，旁邊有小的那种紋兒啊，也就讓它不要像瓷磚那麼平。這裡邊也有皴擦，啊，這樣來畫。那這個山呢，那就好說了。這個山呢，咱們也可以用各種皴啊，比如說这個用什麼皴合適呢？用這個解鎖皴吧，解鎖皴啊，這種连土帶石啊，這種感覺。主要是皴這些個凹进去的地方啊。哎，為什麼這兒要畫深點呢？它趁這個有目的的畫畫，它主要是它就是靠一種對比，是吧？它有目的的。這兒雖然說沒染，但是最後呢，用淡墨，最後還得染呢。咱們只是現在畫這個皴，這種皴，你看。這也是凹起的石頭，你看這裡也有一皴的話，這種彎彎曲曲的，哎，這兒就是這塊石頭，這兒就是那坑，這兒就是石頭，是吧？這小坑啊，就把那個石頭那紋兒給畫出來了，啊，哎，蘸這石頭呢，咱們畫的時候也是不要均匀，也讓它什麼呢？這兒深，這兒深，這兒淺點啊。但是這幾個地方呢，也深淺不一樣，也得讓它有的地方深一點，有的地方讓它淺一點啊，也不能讓它太平均了啊。你看這裡頭這兒亮，這兒稍暗點，這兒更暗，這兒亮點啊，讓它整個這個石頭呢有凸起有进去的這種感覺就出來了。這古道旁邊啊，得稍微有點樹，畫樹。画树一邊這邊也有點樹，這兒也有點樹，這兒有點樹呢，互相的，哎，和古道有穿插的這種感覺，哎，你看，往往這古道這個地方啊，是比這個山這地方要低，它有時候為了這個躲開旁邊那個山對它的陽光的遮擋，它有時候它就會往這個古道這邊傾斜，肯定這個山上這個樹啊挺多的，但是咱不能哪兒都畫，就讓它有意識的有些個樹在這裡頭啊，豐富它的構圖就可以了。你看這兩堆樹，兩組樹，也不能讓它一樣了。有這個片大一點的，有片小一點的，有多一點也少一點的，有这更往过深的，離這個古道遠呢，有這個稍微深一點的，讓它有這個區別。其實畫畫就是畫它的不一樣的地方啊。從外邊伸出來，這就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啊？還有呢，這個山很多，跟它呢就屬於又是一層啊，又是一層。山上的蒿子特別多啊，有的顯露，有的不顯露啊。不顯露的地方呢就是點兒，顯露的地方呢就讓它畫出點兒來。你看這個也不能讓齊，讓它出了點兒啊。像這些地方，有高有低，有密有疏，也不能让它太多了。这个地方有这么些个就可以了。剩下的就是蒿子、矮蒿子和点儿了。
這上頭也有點兒。你說畫點家业行不行啊？也行，但是咱们就畫點兒吧。這點兒呢，有多的有少的，感覺這個植被還是挺茂盛的。你說這地兒到底有什麼樹啊？好多好多的，啊，就用這個點兒呢，就給它概括了。近處這個樹呢，哎，也有點兒，有疏有密。点点的时候呢，你们可以慢一點，不像我這麼快。我這麼快是爭取時間，有疏有密，一定要注意有疏有密。有時候還要適當的把那些個線呢，好的線保留下來，比如這線保留下來，不見得都給擋上啊。哎，有飛着的點兒。有時間呢，這上呢可以，把這個點兒呢點得更加這有藝術感啊。特別樹底好得多。這地方。這地方也得有點點兒，這石頭縫裡頭也長小苦麻之類的，小野菜，就把這些個蒼蒼茫茫點一點。你看這兩塊有點太整呢，咱們故意的給它加點什麼小碎石頭啊，給它破一破啊，使它這地方豐富起來。就別讓它特別的乾淨，特別整齊。這裡邊的什麼草啦、石頭啦之類的，讓它有點變化，豐富起來。你看這兒這麼一來，它這地方就不是一個整線，它就感覺豐富。那這地方呢也是。哎，让它丰富起来。这個現在這個線呢，感覺豐富了。那上邊咱們想畫點這個淺一點的遠山，淺一點遠山呢，用淡一點的墨啊，要用淡一點的墨，把這個山，就是說這個小道呢，也是走的這個山間，遠處呢，這個山也是挺險要的啊。這個小道呢，實際上是在這個險要的山川當中去穿行的，所以說這地方呢，用淡墨呢表示一下遠處的這個山，險要的山，啊，實際上也是解鎖，是吧？勾出這山形了以後啊，用點這樣的彎彎曲曲的這些個線條，就給它豐富一下這個山紋啊，山的紋理，淡淡的墨啊。連點在勾，在皴，在擦，啊，濕的時候點，然後稍微乾一點的時候皴，勾和皴啊，然後再乾一點時候是擦，很自然的啊。顯得這個古道是在山裡邊特別重要啊！你看這麼多大山，這個古道在裡邊穿行啊，那就是特別特別的，這是交通要道啊。然後用粗一點的筆，用淡墨，也是用淡墨，把遠處這個山畫一畫，哎，遠處這個山。通過淡墨一畫，它就豐富起來了啊，而且把這個山襯托起來了。
感覺這個山更加顯耀。下邊畫點雲，用乾的，你看這乾的畫出這個雲霧的感覺。因為這畫裡頭需要對比，有實有虛，有濃有淡。你看濃淡濕乾是吧，在這裡邊都有了。實和虛，哎，這就是屬於審美當中的一些個內容啊，哎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在這畫裡邊點個小景，也就是畫眼啊，比如說這兒畫一個老太太，令这個小孩兒去挖苦門。这是那個籃子，就這麼意思就可以了，這樣啊，然後再題字，遠處有小鳥，啊，你看有聚有散，有遠有近就可以了，嗯。